朱队，你了解何晓光吗？了解，他是我前队友。你们俩关系怎么样？他比我晚2年进消防队，我俩一个组。他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哇，最好的，评价不低呀。那你知不知道出事那天何晓光为什么会出现在罗百商厦里呢？他在那上班吧？听说的。你们俩有多久没联系了？他离职之后，我们联系就少了。他为什么会离职呢？不清楚。我听你们俩这么好的关系，你居然不知道他离职的原因？3年前发生了一场火灾，困了20多个人，其中还包括小光的弟弟小亮。那时候他带队，我给他做副手。我们救下了所有的人，却唯独没有能救下他弟弟。小光应该是过不了这个坎儿吧？你可能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：3年前的那场火灾是发生在12月20号，地线事故也在这一天。而且更巧的是，在那个事故里面被你们营救出来的20多个人里面，其中有2位和何晓光一同困在了那个大厦里。这是我们在吴寒雷的指甲缝里提取到的皮屑，它正好跟何晓光的 DNA 相吻合，而且我们也在何晓光的手背上找到了对应的抓痕。我们现在怀疑何晓光，他认为是罗浩然和吴寒雷把他弟弟害死了，并且毁了他的一生，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来对这2个人进行报复。53度降下去。哎呀，这就是降了。哎呀，华子，离婚协议签完，我就去海边散心了。
今天刚回来，过来收拾一些东西。请坐。好，谢谢。那个，事发以后，罗浩然跟你联系过吗？但我给他打过电话，没有人接。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事故很大，他会不会怕了，然后躲起来？不会，他不是那种人。罗百商厦是他一辈子的心血，是他的骄傲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都没露面，除非他也出事儿了。依你对罗百的了解，你认为这次事故主要原因有可能是？应该跟3年前商场的改建有关系。那么，改建的公司叫什么名字3城建设集团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怎么样？大概还有多久？最多半个小时。小光，听到请回复，小亮，这2张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？城中柱少了3根，这块加了一个电梯，顶层的中央空调，这个地基没有进行加固。这个项目是吴总工负责的。你说的这个吴总工他叫什么？吴建军。吴建军，他人在哪儿啊？吴总工他自杀了。这是吴总工的遗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罗百商厦的斜下方有一个100米的天坑，这不坏了吗？这是要出大事啊！罗百大厦现在就位于天坑的上面，一旦这个岩石结构支撑不住的话，这个大厦就会掉到这个天坑里。把这个资料马上送到救援指挥中心，快！高局啊，出事了！进来。董指挥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情况是这样的，罗百大厦的下方有一个100多米的天坑，大厦随时有可能滑到深渊里去，要求你们救援支队立刻停止作业，马上撤出来。指挥长，你再给我30分钟，就30分钟，救援通道马上就要打通了。这是命令。撤出来，重新制定计划。是。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，我们现在发现大厦底下有一个天坑，我们正在重新制定救援计划。你也有个心理准备，一旦发生坍塌，救援难度肯定比圣河在矿难还要大。师傅。
快走，快走！还好吗？照本安全，快走！快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没事吧？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？会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天亮了就能出去吗？对啊，你说救援队的人呢？啊，行了，如果没有小光的话，恐怕我们早就没命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深渊内有大量的磁铁矿，对信号的干扰非常严重，飞机根本下不去。杨斌，嘘嘘，听，什么声音啊？谁？
我这里有一份调查报告，我来给你念念。电梯安装工人何小亮没有安装资格证，属违规操作，其所属联瑞电梯公司用人不当，疏于审核，应负主要责任。虽然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到此结束。之后网上流传了一种新的说法，说何小亮之所以能够无证上岗，是因为你们消防队在给他撑腰。何小光不是什么救火英雄，而是包庇纵火犯的黑心消防员。胡扯，全都是他们在造谣。谁造谣？吴汉雷跟罗浩然啊，他们在网上雇了很多的水军，买了很多的营销号，就拿这些假新闻往小光和我们消防队身上泼脏水。但是我很不理解，既然调查结果已经把责任分得很清楚了，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往何小光和消防队身上泼脏水呢？因为他们想毁了小光。为什么？小光当年离职之后，就一直调查一件事情。他发现罗百大厦当年改建纯属违法施工。是，小亮是无证操作，但这罪魁祸首是罗浩然啊。如果没有违法施工在先，就不会安装电梯，不会安装电梯就不会发生火灾。罗浩然担心他的黑料被小光给爆料出去，所以他就在网上用这些事情来抹黑小光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这样就不会有人再相信小光说的话了。让开，让开！罗浩然是你吗？没事吧？谢谢谢谢。这儿有个人。这位兄弟看着很眼熟啊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里头都怎么样？密室结构相对安全，你们先进去，我去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。当心！手机给我。小光，我们现在发现大厦底下有一个天坑，我们正在重新制定救援计划，你也有个心理准备啊！一旦发生坍塌，救援难度肯定比盛和在矿难还要大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演乌龟是吧？老总，你跟大家说，来，我们人多不用忙了，你说。罗总，我是罗柏的工程部的。昨天我们巡视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我记得好像是3年前咱罗柏改造过一次，在没有加固地基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工程部的经理周毅。那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？我昨天去了，我就在楼道等着您。你别给我找借口，你要承担责任，你知道不？罗浩然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是罗柏的法人不假，但是我只负责罗柏的日常经营和管理，还有以后的企业策划的事儿。至于你说的结构承重，那是其他股东负责的。但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没有人敢掉以轻心，一定是施工方的事儿。我出去还要找他们承担责任呢。你这缩头乌龟跟流氓演得太好了！不是罗总啊，你想想办法呀！你是这儿的老板，我们指望你，我们得出去啊！别吵了。其实罗浩然跟我们一样，也是受害者。罗总跟咱们一样都是受害者。对，罗总对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你这无辜的缩头乌龟，真无辜。总指挥，无人机下不去，我们必须人下去。现在下去太危险，你们的命也是命，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没有其他的办法，总指挥，我们现在必须要确定底下的人到底还活没活着。你别冲动，市委已经启动了最高级别的救援方案。省应急厅接到消息后，已经派了最优秀的救援专家和技术顾问来支援我们。还是等他们到了之后，再制定更稳妥的方案吧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样等下去的话，等他们来了，人没了怎么办？领导，我们是消防员，我们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。好，不许蛮干，要服从命令。一旦发现问题，马上撤离。是。坐。文山、文龙，准备生命探测仪。这张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忘川河，看起来怪吓人的。它是传说中人间通往冥界的通道之一，有鬼王镇守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刚才被伤到了？没事。哎呀，以前在工地干活，经常磕磕碰碰的，没事。你还在工地干过？学历低，也找不上啥好工作。初中一毕业我就来城里打工。哎，扛水泥、搬砖、焊手脚架，啥都干过。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对我有印象吗？你是那个经常给正太棒棒糖的收银员。你知道我每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每次下晚班带着孩子来超市买东西，我就会跟自己打个赌，如果你那天是在我这儿结账，我就奖励自己晚上吃碗泡面，再多个茶。
如果没有，我就饿一晚上肚子。你别笑我。我知道，没事儿。我其实每天能看着你，我就挺开心的，真的。你千万别有什么压力。谁？吴建军！老总，吴建军在外面。老总，吴建军在外面。韩雷，没事儿啊。吴建军，对，你不用紧张，慢慢说，告诉我们吴建军是谁。你说。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是之前我们商场自杀那人吗？啊，对。吴建军是负责罗白改建的负责人，前段时间自杀了。他为什么要自杀？我想他一定是和施工方沆瀣一气，为了贪钱偷工减料。他知道大厦会塌，承受不住压力，自杀了。罗浩然，你是不是把我们当小朋友了？出这么大事故，你是这商场的老板，你把责任往一个死人身上推，你良心被狗啃了吗？各位，我上去看过了，大厦1楼到5楼的整体结构还算完整。现在下面危险，我们得尽快上去。你们先上去，我再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口。罗白双煞违规闪烁式tun筑，4层电梯加盖楼层，安装超大智能设备，致使大厦结构变形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，可能会。打电话的人是用了变声器的，我们技侦人员还原了他的声音，听着是不是很熟悉啊？这个电话是地线事故发生前1小时，何晓光从商厦里打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怀疑他一直在暗中调查罗百商厦的问题。地线当晚，他跟踪了罗浩然和吴寒雷。就算这通电话是小光打的，他也只是跟踪啊，那也不能证明他是杀人犯啊。我们当然还有别的证据。这是在吴建军自杀的前1天拍到的。停一下，停一下。所以经过调查，我们怀疑何晓光对罗浩然、吴寒雷的跟踪行为很有可能在2个月前就开始了。3年前罗白火灾，罗浩然、吴寒雷、吴建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在晓光看来，这3个人不仅是害死了他的弟弟，而且还毁了他的一生。所以，他可能一直在找机会实施报复。就在晓光质问吴建军之后的第2天，吴建军在车里自杀。尸检报告显示，他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，吸入大量尾气，一氧化碳中毒致死。虽然是自杀，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，他的自杀跟何晓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既然吴建军已经自杀了，那他的报复对象就剩下罗和另外那个姓吴的了。所以地线当夜，何晓光出现在罗百大厦的原因就很清楚了吧？这一切只能证明，小光是调查过他们，但还是不能证明小光要杀人啊。这个胶囊是我们在小光身上找到的，
在他们家，我们也同样找到了这样的胶囊。这种药的名字叫阿西美辛，它是针对肌肉劳损、急性痛风等等这些疾病的镇痛药。罗浩然患有急性痛风，所以他常年备着这样的胶囊，以备病发的时候服用。这是我们在医院里找到的罗浩然的处方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小光明明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于是我们去调查了他近半年的上网记录，发现他一直在查找人工合成的方法，也就是说，他自制了毒药，并且替换掉了胶囊里的药粉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清楚，他去罗柏上班就是寻找接近罗浩然的机会，在他发病的时候逼他吃下这颗胶囊。当然，没有等到机会就出事了。但是与此同时，小光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复仇的方法。你想，在一个距离地面有100多米的深渊里，那个地方是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唯一不缺乏的是意外和危险。在我看来，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犯罪现场。嫌疑人如果他想作案的话，不需要亲自动手，只需要善于伪装。这个时候，灾难是最好的帮凶。他只要伪装得足够好，就可以顺利脱罪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。所以啊，小光很有可能已经不是你心里边那个一心只想救人的英雄。都诉说着真相，心上却总缠着欲望，自欺欺人躲藏，摇摇欲坠闪亮。那些伤口幻化的光，照不亮陷落的面庞，烙在灵魂同样，又能怎样追望？转不出来，谁又在明知谜底的猜？狠狠依赖，戒不掉用爱包裹的怀。突然